古时候啊，有一个医生，他的诊金收费啊非常特殊，会根据病人的荷包来收费。有钱的人呢，他就多收一点；穷人呢就少收点。有一次，一个富翁啊想省钱，故意穿的比较旧旧的、破破的，去看他的皮肤病。医生收了很便宜的诊费，回家之后，嘿，这富翁啊洋洋得意的跟朋友说：“呵呵，我真聪明，省了一大笔耶。”结果这个话呢传到了医生耳朵里头，医生放话说：“嘿，他那个病啊，其实还没真治好，要多吃些鸭肉、鹅肉，病才能好。”富翁啊乖乖的照做，病情反而加重了，只好回去找医生。医生笑语说：“你上次耍我是吧？嘿，这次就让我耍耍你，让你尝一尝什么是发物。嘿，别再随便的来玩弄医生喽。”互联网开讲喽，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。这一集要和你分享，发物有5类。皮肤痒，别吃它，吃到发物抓不停，一招快速止痒。螃蟹加柿子吃了会中毒，这类人忌口。戒3种食物，癌症手术之后伤口愈合快。吃药前后别吃1种水果，恐中毒。发物有5种，皮肤痒别吃它。小编说啊，他皮肤痒去看医生，医生叮嘱：“嘿，一定得要忌口啊，不要吃发物。”小编回来问我：“发物是什么呀？”我只听说发财，是可以让人变有钱的东西吗？小编啊，你回去要多读一点书了。发物不是让你发财，却会让你发疹子，这可能会痒到发疯。发物是什么？让你吃了身体上了火、过敏或者旧病再复发，新病更加重的食物。医生让你忌口，就是因为这样你的病才会好得快。发物有5种：1动风，2生热，3动血，4湿热，5积冷的食物都是发物。第一种动风的食物，你有没有听过你的阿公啊、阿嬷呀，或你的爸爸妈妈，他们说：“哎，吃鹅肉、吃螃蟹比较毒，会皮肤痒。”不只是鹅肉啊、螃蟹呀，还有虾子啊、猪头皮啊、笋子啊、鸡蛋啊，这些食物都会增加风气，让你的皮肤过敏，荨麻疹跑出来了。特别是有那个什么带状疱疹啊、湿疹啊、中风的人啊，哎，尽量少吃比较好。第2种生热的食物，葱啊、姜啊、蒜啊、胡椒啊、牛肉、羊肉这些食物本身就温热，容易让身体更上火。本草纲目里头说，羊肉大热，热病及天行病，疟疾病后食之，必发热致危。羊肉是大热的食物，3种人不能吃。热病就是感冒，或者是那种所谓的热感冒的这种发烧的人；天行病就是流行性感冒的那种人。还有呢，疟疾病就是打摆子，一下热一下冷的这样子的人。假如他们能吃的话呢，可能会怎么样？火上加油，甚至危害生命。所以身体正在发炎的人最好不要吃，以免感染加重。第3种动血的食物有哪些啊？大蒜、菠菜、辣椒、当归、麻油鸡，冬天吃好暖和啊，对不对？假如说你是那种月经量很大啊，有痔疮出血，身体有肿瘤的人，别吃这些食物，他们可能会活血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让血啊流动得更快，甚至于引发出血。吃这些动血的食物啊，可能就会让出血变得更严重。第4种湿热的食物，蛋糕、甜食、糯米、肥肉，这些都是湿热的代表。虽然吃起来很爽哦，可它却会让你加重脾胃的湿气，尤其是你的舌头2侧有齿痕的人，这是身体在警告你了，湿气太重喽，别再多吃这些食物，小心让身体淹了水了。第5种积冷的食物，就是鸭肉啊、瓜果啊、冰淇淋啊、生冷的海鲜啊，这些食物吃多了会增加湿气，容易拉肚子，还搞不好呢胃都不舒服哦。特别是肠胃敏感的朋友们，这个积冷的食物呢少碰为妙。小编问我，为什么阿嬷会说鸭肉有毒？本草纲目里头就告诉你说，干冷为毒啊，鸭肉比较寒凉，容易引起腹泻啊、
所谓有毒，就是说虚寒体质的人或容易腹泻的人，他们吃了可能会让症状变得更严重，但不是说鸭肉就真的有我们所谓的会毒死人的那种毒啊。分享这5类食物，不是叫你都要远离美食啊，而是要提醒你过敏啊、身体湿啊、发炎啊等等，就别吃这些食物，会让症状变得更严重。所以观察身体的变化是最重要的，该忌口就忌口，才不会病从口入。吃的发物就抓不停，一招快速止痒。小编问我，有湿疹、荨麻疹的人，不小心吃到了发物，全身痒到不行，该怎么办？来，别抓了，教你一招快速止痒，冰敷。你拿一个冰敷袋放在痒的地方，冰敷它个大约10分钟，然后休息个5分钟，然后这样子再冰敷，这样子再拿下来，再冰敷，再拿下来，就这样的啊。这样子让你的痒的感觉呢可以减少到差不多1半的样子。但是冰敷的时间啊不要超过10分钟，不然呢血管收缩很长时间之后突然的扩张，那就会更痒哦。螃蟹加柿子会中毒，一类人忌口。说到饮食禁忌啊，你还记得农民历上头常常看到的食物相克表吗？嘿，来看看哪些是真的。第一个，白醋加牛奶一起喝，容易有腹中症结，你觉得是真的吗？本草纲目啊说牛奶和酸物相反，令人腹中结症，就是说让肚子里头啊结一块东西。牛奶和酸性的食物不可以同时吃，同时吃就可以导致腹部结硬块。所以呢，喜欢喝水果牛奶的人最好不要和酸水果一起搭，不要选草莓啊、番茄啊、葡萄啊、奇异果啊这些，这些酸性食物跟牛奶一起吃。第二个，螃蟹和柿子一起吃会中毒吗？有一本书叫做《随习居饮食谱》里头提到，柿子不可以与螃蟹同食。螃蟹的蛋白质跟柿子的单宁酸，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容易凝结成块，不容易消化吸收。虽然不会中毒，但是它们比较凉、比较寒，一起吃呢，可能让你拉肚子，甚至于肠子都会绞痛。吃完螃蟹多久才可以吃柿子啊？中间隔个2、3个小时以上吧，再吃比较好。当然最好不要在1天里面吃，那是更好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螃蟹也容易引起过敏的反应，如果有过敏体质的人也要忌口。戒3种食物，癌症手术之后伤口愈合得快。家里有癌症的病人啊，留意3种食物不要碰：生冷、发物、高油、高糖、重口味的食物，才能够使伤口好得快。第一种，生冷食物不要碰。你是爱吃生鱼片啊、沙拉呀、喝冰饮料的人吗？忍一忍，他们会让你的肠胃变弱，伤口更难好、更慢好。在康复之前，尽量都吃温热的、全熟的食物，这样恢复的会更快。第二种，发物，你先跟他们这些食物啊切8段，就是根本不要碰比较好。酒啊、鸡、鸭、鹅的皮儿，还有内脏、猪头皮、老母鸡、大公鸡，这些都是补的作用的。这些食物容易促进发炎，引发皮肤过敏发痒，所以呢，更是不要吃。第三种，高油、高糖、重口味，不要碰。炸鸡、蛋糕这类高油高糖食物吃了好满足，但它们不好消化呀，加重肠胃负担，会拉长伤口愈合的时间。重口味或油腻的食物也容易刺激发炎反应。吃药前后别吃这个水果，恐中毒。张仲景在《金匮要略》里头提到，所食之味，有与病相宜，有与身为害。若得宜，则益体；害呢，则成疾，以此治危，历届难疗。什么意思呢？食物的味道啊，有些对疾病有帮助的，有些跟身体有害的。如果选择适合自己的，就会对健康有帮助、有益；选择不当，就可能造成疾病甚至于加重病情。这些问题往往难以治疗。你有这5种疾病，又吃中药的要忌口。1、化脓发炎性的疾病，像是
皮肤有脓包的人呐，少吃鲜香料、羊肉、龙眼、荔枝、麻油，这些都容易加重体内的发炎反应。二，肝病的人忌喝酒，忌吃腌制品、腊肉啊、香肠啊，以免加重肝脏的负担。三，肺病的人忌吃茄子、西瓜等寒性的食物，会加重呼吸道的不舒服的感觉。四，心脏病、血压高、中风的人要少吃肥肉、酒、重口味、太多的油脂和刺激性的食物，会加重心脏和血管的负担，影响血压哦。五，风湿病的人少吃动物内脏、蛋、肥肉、香蕉、竹笋、芋头、啤酒，都会加重病情或引发关节的肿痛。你假如说是在吃药的人，注意3件事：一，吃中药前后不要吃葡萄柚，葡萄柚有大量的类黄酮，会抑制药物的代谢，会增加中毒的风险，最好和中药间隔的时间越长越好。二，吃西药的人，吃完药以后至少隔2个小时再吃中药，以免药性互相干扰，疗效也会大打折扣。三，吃药最好的饮料就只是温开水，什么茶呀、牛奶呀、果汁啊、糖水啊都不适合来配中药。喜欢这支影片的人，欢迎你点击下方的超级感谢捐款赞助我们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